和《盗墓笔记》中的万年开局王，如今却被小花吊起来打。手腕折了，手腕折了！我提，你别提，你别提。都知道金万堂不仅是吴邪入局的引路人，更是天下第2凌家喇嘛的发起者。而《盗墓笔记》的开始，正是他拿着战国帛书找到吴邪，问小三爷收不收他本，也由此正式拉开《盗墓笔记》的帷幕。而当小花从吴邪那里得知帛书与九门或老太太有关，便和秀秀略施小计，找到当年与旧事有关的金万堂。没成想却在这里有了意外收获。不过现在金万堂显然不知道两人的身份，小花则以买3孔玉刀为由，想借此来打探以前的旧事。可金万堂一眼便看出两人想套他话，随后就要将两人赶走。可小花只是拍了拍手，随即便进来，两人将门关上。没成想金万堂见状却丝毫不慌，并且还吓唬起小花和秀秀。玩横的是吧？玩横的你们也得提前打听一下我金爷在行业里的地位，得罪我那是得被吊起来打的。可下一秒金万堂便被谢雨辰倒反天罡。你记住了，他是霍家人，我是谢家当家的，以后你有什么麻烦，我保你太平。在得知两人身份后，金万堂这才知道自己惹上麻烦。要知道九门的谢家和霍家根本不是他能招惹的存在，无奈之下只好将当年鲜为人知的九门往事悉数告诉他俩。在1963年初，老九门为破解四姑娘山的千里锁，好进入远在巴乃的张家鼓楼，便发起了史上最大的盗墓活动。而当时金万堂在杂学界不仅精通鉴赏各种书画玉石、铜锈木瓷8个品的各种技巧，甚至还和古玩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于是霍仙姑便找到金万堂，不仅邀请他做这次行动的评估鉴定，还给予了非常丰厚的报酬。当年呀，那仙姑是明眸皓齿，就跟那刚从水里钻来那芙蓉似的，把我这小心脏给拨弄的，那是一颤一颤。随后这支上千人的队伍便浩浩荡荡地前往四川的四姑娘山，并且此次的行动规模以及复杂程度已经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，只因单是下斗的装备就已从苏联运来好几批，但金万堂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。不过奇怪的是，经常有伤员被送回营地，并且人数还在一直减少，但他的任务则却相对简单，只要将他们送来的卷文古籍翻译出来就行。哪成想这一干就是3年，就在他感觉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却突然不再有人给他送古籍来。正当金万堂感到纳闷时，他便跟随队伍的人来到山上，却看到峭壁上全是密密麻麻的山洞，那这些年所破译的古籍应该全部出自这里的山洞里。随后他发现营地现已经开始拆卸，金万堂本以为行动已经接近尾声，可就在端午的第3天，营地里却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。只见有人将无数担架不断从山中抬出，并且上面的人满身是血，紧接着一大卷被鲜血浸透的帛书就送到了他的帐篷当中。而金万堂只是看了一眼，便知道这是战国时期的鲁皇帛。金万堂推测这便是九门要找的东西，但以金万堂的本事，也只是能将帛书翻译成文字，至于其中密码的意义，他压根就破译不了。可他知道的是，鲁皇帛价值连城，单是拓本只要拓印清晰，也能挣不少的钱。就在10天后，他将鲁皇帛全部翻译完成，岂料他却对鲁皇帛起了贪念，随即将一块鲁皇帛藏了起来。结果到第2天就出事了，只见他被人强行带到一个帐篷，而里面全部都是九门中人，可领头的他却从未见过，而此人正是东北张家族长张起灵。金万堂本以为只要死不承认，这些人便拿他没有办法，可他还是小瞧了张起灵。只见张起灵只是抬手在他头骨上一按，他便感觉整个头骨像是要裂开一样，并且毫不犹豫地说出藏在鞋底的帛书。而这次金万堂本应必死无疑，却被霍仙姑给保了下来，最后也只是被免除了报酬给赶了回去。而这次行动，九门最终伤亡惨重，以失败告终。小哥也被张启山当作替罪羊囚禁于格尔木20多年，直至后来裘德考找到金万堂，而金万堂在利益的诱惑下，硬生生地将帛书凭借记忆给画了下来。有一个老外跟我打听鲁皇帛的消息，我不能说呀，我这是对仙姑起过誓的。这孙子给我开那价，你根本就没法拒绝。可后来九门究竟发生了什么，现在也只能从霍仙姑那里寻求答案。